为什么黄色邪恶海绵只做厨子而不是洗碗工？首先得先明确他的身份。我一直觉得海绵宝宝是领养的，因为他爸妈一看就是海底野生海绵，而海绵宝宝方方正正，一看就是人造海绵。虽然这种 PC 材料看着就干净整洁，但关键的是海绵宝宝它没有绿色百洁布，而且身上还有很多孔洞，真用它来刷碗不仅容易藏污纳垢，还得给它洗澡，实在太费事儿了。至于作为孤儿的海绵宝宝为啥能到了海底世界，那肯定是被人当做残次品给丢掉了，然后凑巧让海绵夫妇给捡了。其次，海绵宝宝最大愿望就是成为一名厨子。当他终于获得梦寐以求在蟹黄堡的工作，拿到厨师帽的时候，他能激动的跟范进中举一样。在做汉堡这件事上，对他来说那能是单纯的打工吗？那是人生理想。我估计让他天天倒贴上班，他也愿意。此外，海绵宝宝对蟹黄堡的熟练度更是直接刻进 DNA， 不仅能左右开弓，还能对肉饼火候、配菜顺序把控精准到极致，整套流程行云流水，堪称比奇堡顶尖蟹黄堡制作大师。你以为这份工作谁来都能上吗？之前蟹老板为了节省5块钱开除海绵宝宝，结果餐厅直接瘫痪。甚至就连号称米其林大厨的茄子鱼交替海绵宝宝上岗，也只做出来一盘臭袜子味的泡红豆泥。咱就是说，这玩意儿拿出来也就只能骗骗有钱人。除此之外，你仔细想想，能让所有鱼一日3餐都吃的蟹黄堡会平平无奇。要知道，他的秘方可是让皮老板心心念念了16季，而且每次蟹黄堡的秘方一丢失，不仅比奇堡会爆炸，就连海底世界都会进入末世纪元，社会秩序崩坏，渔民们自相残杀。所以这哪是普通蟹黄堡，这明明海底世界真正的核心命脉啊！而且你觉得一堡之力撑起整个比奇堡的秘方，它能是随便来条鱼就参透的吗？追完16季下来，只有作为蟹黄堡传人的海绵宝宝才能做，所以你让他放弃掌握整个比奇堡的生杀大权去刷盘子，他能愿意？相当于只有你掌握整个杂交水稻的关键数据，结果让你去拔草，搁谁也不愿意。而且爱钱如命的蟹老板能把一个王牌厨师降格去洗碗，不就是大炮打蚊子，王者号拿来扫副本，妥妥大材小用。最后谁来刷碗呢？由于抠门的蟹老板就找2个正式员工，一个海绵宝宝是奸诈厨师，一个章鱼哥是收银员兼服务员，就导致盘子脏了，就只能谁有空谁收拾。可没想到的是，这个拥有种族天赋的海绵小子居然是个残次品，缺了百洁布，让他洗个碗，他能搞出镭射炮，直接炸出蘑菇云。让他洗上几次碗，我估计海底世界都崩没了。而章鱼哥有6只触手，理论上多手多脚，那刷碗效率堪比灰太狼逃跑。可心向艺术的章鱼哥极度讨厌干活，上班就摸鱼睡觉，连收银接单都只想摆烂。你让他去洗油腻的碗，干不好直接撂条子跑路了。所以算盘打得蹦蹦响的蟹老板很清楚，章鱼哥能勉强守住柜台就已经谢天谢地，就不能指望他干体力杂活。那他还能指望谁？那就只剩下抠门的自己，挺着老骨头干了。